哎呀，2、3，来呀，冲！1、2、3，有踩吗？还没有，我就什么都没动。刚刚去警察局，我再去警察局。Just me, my bike, and the open road. Let's roll！ 大家早，我是 Wendy， 终于又来新埔的田间小路骑车啦。今天不打算骑远呐，最近喜欢在 Strava 上面看一下附近有什么路线的。然后呢，今天看到一条芳寮国小旁边，竟然有一个爬坡段，想说过去看一下。我也没去过那地方，那我们就先过去看看吧。前面就是芳寮国小咯。8月初的新埔，田里满是水光与嫩绿秧苗，正值第2期稻作的开始。益民路2段380巷弯进来。芳寮国小从1923年创校至今，已经走过100年时光，见证一代代学子的成长。2015年重建后的新校舍还特地保留校园里的老树，让这里既有文化味，也充满绿意，是我家小孩小时候放电的好地方。只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芳寮国小旁这小巷子弯进来别有洞天，这里面还藏着透天厝，真是打破我对小巷子的想象，真的很低调。明明就住在新埔，从来没有进来芳寮国小旁边这个小路啊，还蛮漂亮的。芳寮国小后山这段爬坡全长1.79公里，爬升112公尺，平均坡度6.2%，骑起来平稳顺畅，同时也能让心跳微微加速，刚好运动到。这种路线我特别喜欢，看着影片的你应该也能轻易感受到这里的清幽，坡度刚刚好，又没有车子来来往往，一个人静静的享受虫鸣鸟叫。哇，从来没有进来过，这里面还住了蛮多人的。大热天有树荫就是加分，里面这一段也太棒了吧！哇哦，而且竟然就在新埔附近，太方便了。路边的相思树和竹林长得又高又茂密，紧紧挤在一起，像一面天然的墙。阳光从枝叶细缝洒下来，这一段是我目前最喜欢的骑乘体验。视野突然开阔了起来，区段终点也快到喽。大脑里正在盘算，接下来该继续骑，还是回头下山，回到芳寮国小，从益民路回新埔市区，接上下一个 Strava 区段。可是难得都来了，看起来是要下滑喽。可是我听到狗叫声哎，应该没问题吧？狗狗，还是这里没路了？这有路吗？可以过吗，狗狗？狗狗，我可以过吗？可以过吗？我可以过吗？狗狗，可以过吗？我要过了，拜拜。哎呀呀，很恐怖呢！你想要吓人啊？我要过了，拜拜。此刻的我正在回神，才想说这条路很棒，都没有狗，然后就一次来3条。来骑这种小路，就是最怕遇到狗啊！还好刚刚有先遇到狗的主人，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了，刚刚看地图，他说等一下这个一直骑就会到南平，很好奇啊，没有来过，所以我就决定来骑骑看咯。新埔多为丘陵坡地，但可不是每次登高都能望得远哦。这里海拔约170公尺，小小一段爬坡就能换来山上的开阔视野，真的很划算啊！骑到这种地方，你还敢继续骑吗？哇，这地方也太有趣了吧！
我还敢继续往前骑，是因为我刚刚遇到的住户，就住这旁边的，他就跟我介绍了这条路，他说这条路很棒，他说很多竹北人啊，下雨天都还是可以来，他说这里路都铺得很棒，真的。他说前面啊，等一下有更大块的树荫可以骑，很凉啊，好期待啊！哇，这都是种什么啊？想不想猜猜看？它们都是被细心保护着，一定是很珍贵的水果才会这样一个一个套袋。我知道是种什么了，这不就是最有名的新埔水梨吗？我都常常在纳闷，这南瓜这么大颗，会掉下来吗？原来就是要这样子啊！接好，这超大颗南瓜哎，这是要参加比赛吗？太夸张了吧！超大的，我决定把脚踏车放好，来好好看一下前面那个南瓜。这南瓜也太夸张了吧！你看，哇，这南瓜也太大颗了吧！有多大你知道吗？你看我的手，这手放在这里，哇，大概有两个大手掌吧。新埔一向以水梨和柿饼闻名，抱歉，新埔梨吃这么久，现在才亲眼看到你成长的地方啊！看到这棵很大的树，就可以从那里准备下滑喽。江夏农场夏天有水梨，冬天有橘子。我回来后上脸书一看，发现他们介绍了一种叫宝岛甘露梨的梨子，果形浑圆又大，平均一颗就有1斤半以上，口感比一般高阶梨还要细嫩，皮薄汁多，甜中带着回甘，难怪有人叫它梨子界的 LV。下滑成功，哇，感觉旁边这一整片全部都是水梨哎，新埔梨。好啦，弯出来了，这里就是每次骑完科博宫下滑的路线。那我们应该要再回新埔市区，等下再去绕另外一段，也是新埔，有个地方可以上坡。哎呀，我怎么感觉我对新埔很不熟哦？天哪，真的要在住家附近多绕一下。前方这位前辈果然姜是老的辣，这下滑段我还追不到您啊！哇，还挂着自制单车拖车，大哥载的不是货，是满满的生活智慧啊！我现在骑的这条就是有200多年历史的新埔成功街。早年这里因为盛产柑橘，成了北部重要的集散地，商人来来往往，夜生活也很热闹。现在还能看到废弃的新兴戏院、中美茶室。弯进来了，从成功街弯进来，这里叫上彰路，从来没有走上来过。今天来骑看看，这一直骑，看会骑到哪里啊？其实我很久以前有弯进来上彰路前面那一小段，那是多年前骑着折叠车乱晃的时候，一弯进来没多久就遇到2条大狗，我二话不说，立刻掉头走。前面那边看起来没有路了 ，U turn， 绕回去吧。上彰路探路成功。好了，虽然刚的路不能再接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可是骑进来这一段还蛮不错的哦。下次来新埔啊，除了柿饼外，还有很多坡可以爬哦。新埔真的超多坡的，每个小路都可以给它弯进去。今天这个是第2条，那再来去看看下个地方咯。今天全部都是探路行程啊。骑单车的好处就是可以乱晃，不像开车，开车可能还要担心有没有办法回转，路太小条。那我这样骑单车来探路，哪里都可以去，到不了的就先的。看到魏魏家，
好久没骑进来了，趁现在不是产季，没有满满的人潮，来这边晃一圈。薇薇家除了买柿饼，其实光是进来走走、爬爬小山，运动之余看看满眼的绿意，也很过瘾啊！是有多爱爬坡啊？我记得这边有个坡可以爬，进来看一下。抱歉，薇薇家画面只能到这里。这里的看门小黑直冲过来，我还是先溜再说。好啦，刚刚从薇薇家出来，他那里啊，不是产季，也是有卖柿饼哦。新埔卖柿饼的很多，你们来新埔都喜欢去哪一家呢？大坪制茶工厂，这布条文化资产坍塌危险，什么时候要整修？我已经看你这样很多年喽。北平，看到这一段路，一定会想说我要去爬科博宫吧？今天没有要爬科博宫哦，今天要走另外一条神奇的路。来到了北平，看到远方那北平国小，今天似乎有开放。4年前改建后，都还没有机会进去拜访。哇，这是北平国小盖好后，我第一次进来，这边竟然有鸡，还有这什么鸭吗？太神了吧 ！Hello， 这什么名字啊？你再自我介绍一下。这边还有公鸡耶！嗨，北平国小又称北平华德福实验学校，这里原本是一座小小的客家农业国小，后来在106学年度正式转型，成为全县第一所公办公营的华德福实验学校。华德福教育强调头、心、手的平衡，让孩子动手做，用心感受，用脑思考。独轮车，北平国小的孩子们真是幸福，活动多元，18般武艺样样来。也想来参观的朋友，这里有参观须知。福祥仙人掌园，科博宫，想当然，这就是科博公路段的起点，1.45公里，平均坡度9.2%，这就是科博公段的起点。假日来这里很热闹哦。那我今天呢，没有爬上去。等一下，我就会右弯偷跑喽，所以现在轻松爬。这里马上右弯绕跑。这条路我也是第一次骑耶。我看那个地图应该是从这边，然后到哪里？到九琼湖，然后建筑窝，接到罩门那里。来骑骑看吧！啊，竟然没有来过哎！今天一整个新发现啊！哇，这里风景感觉不错。建筑窝这一带属于新埔罩门的休闲农业区，山谷间还保留着客家窝的地形，三面高一面低，也因为这样，我才能一路顺着地势滑下来。从建筑窝出来了，那我们就继续前往115县道。好热哦！我弯进来罩门，寻找罩门的柑仔店。罩门的柑仔店在哪里啊？我需要降温。成功，绝对没有打广告。我刚刚去后面的柑仔店买到了这一罐，而且还特地买了加盐的沙士来退火一下，降温降温啊！又来一条很厉害的冬瓜，哇，呵，原来就是这样撑住的。沿着萧里溪，就这样从新竹新埔来到了桃园龙潭的三洽水。三洽水经常经过，要不这看到 Strava 上这路段，我还真不会弯进来耶。附近的和窑文创园区，我还蛮常骑上去，坐在茶园制高点吃着早餐赏美景。可是这一区我还真没来过，一样是满满的茶园，不过这里距离短，坡度缓，骑没多久就能远眺美景。看了一下数据，上来距离才400公尺，就能看到这片茶园，轻松抵达目前海拔约280公尺的小山坡。从这里可以俯瞰桃二石，欣赏平时新埔龙潭往返必经的道路。这片茶园好美啊！哇哦！我怎么从来没上来过啊？
查园结束后，看着路宽，你就知道从现在开始没有 Google 街景喽。让我带你来看看路况吧。比较这一段比较进来这一段路就大概长这样，不能骑太快，因为地上树枝还蛮多的，一定很少人走这里。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喽。Google 街景没有的路段，就是那种你想拖小人也拖不动的地方。你会想来骑骑看吗？这路况没有很好，然后就要马上上坡。我没有上卡，所以不怕，随时可以下车。前方这车子怎么停在这里呢？一经过副驾驶窗户，就听到车内的大哥请我过去帮忙。二话不说，停好单车来帮忙推啊！哦，有，大哥好厉害。好，先来推是吗？好。哇，大哥你好聪明哦。他儿子。哦，他儿子哦，一样很聪明啊。那怎么推吧？从哪边推？好，往后推。哎呀！哇！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堆石头、推车，车子整个卡在边坡，仍然一动也不动。后来车内大哥请我从副驾驶座推。好，跟着干，好，好，一，好，上。哎呀，2、3，来，呀，冲！1、2、3，有踩吗？还没有，我就什么都没动。等一下，大哥还没踩油门啦，我刚是白推了。1、2、3，2、3，呀！哎呀，哇！我去下面找找看比较快啊，不然这样很难。因为如果那个农民的那种车子的话，后面拉一下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对啊，因为他们这边有在种果树啊。我看一下导航，我记得我刚刚这样出去社区就到了。我看一下，哇，就刚那个后面那个进去，他写椅子埔。那我去小北坑看看有没有办法叫人来帮忙啊。那车子我真的推不动啊。感觉刚刚那地方是坡顶，我就这样疯狂陡下。这下滑路段有些还17%、18%，好陡啊！重点是怎么都没有遇到人啊，而且就算看到住家，也没有农车，看到车子却没有人。哥哥，这边啊，你在看哪里啊？哇，没有找到求救的。那我来去前面看看，我记得前面好像有警察局吧，不然来去问警察该怎么办好了。总觉得没有帮到忙哎，再去看一下该怎么办，该怎么处理才好啊？我没记错，警察局就在前面，进来去问问看该怎么办比较好。从警察局出来了，接续我的行程，等一下再跟你们说警察的回复。好了，边爬坡边来跟你们说，刚刚去警察局。我再去警察局问那个警察该怎么办，我也把地点告诉他了。警察看了一下我给的定位，听了我描述的状况，他给了很棒的结论。车主和儿子如果需要帮忙，就会自行打电话到派出所啦。我尽力了。这又是一条什么神秘的道路啊？刚看到他写污水处理厂，然后我就沿着他旁边的路一直往。我看地图上面是什么渴望园区，应该有路吧？没关系，我来帮你们探路，以后你们也可以来骑哦。感觉前面就是渴望园区嘞，啊，到了。渴望园区位在海拔200多公尺的铜锣圈台地，占地172公顷，绿地就有90公顷。
官网上写着1990年开始规划与建设，至今已完成住宅区、学校、工业区、自然保育区以及公园绿地，为一座结合居住、工作、学习与休憩，注重多元与均衡发展的园区。其在渴望园区里，不时还能看到一栋栋气派的豪宅，感觉像在豪宅社区里慢骑散步一样。回程路上，空气中飘来一股浓浓的茶香，顺着空气中的茶香味，轮子就这样一路把我带到了这里——台湾客家茶文化馆。小人国，先跟你说声嗨。这地方就在小人国旁，2022年完工的茶主题景点。回家的路上看到这个台湾客家茶文化馆，怎么没看过啊？就决定进来看看咯。哇，这什么地方啊2楼有间餐厅，一整片有机茶园。我刚刚本来没有特别注意这里，是我经过的时候就闻到浓浓的茶香味。看到那边有4台游览车，应该有很多人来吧。真的是我太逊了，我刚看玻璃窗里面超多人的，景点探路结束，只为了求公平。想说刚刚去了小人国的大门，也要来去拍一下六福村的大门啊，然后就来爬这个坡啦。不然平常我都是跟着环岛1号线就直接右弯，开始下滑，很开心的呢。今天来多爬这个坡。天主教路德圣母。好啦，六福村也拍照完了，那我要准备回家喽。喜欢今天的路线一样哦，可以参考下方资讯栏的 GPX 档。那我觉得今天的路线呢，比上次的好多了，主要是因为我有办法骑啊，那个坡度我还可以应付，风景也还不错的。那上一次的挑战路线，你去骑过了吗？成功了吗？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感谢您的陪伴，我是 Wendy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I feel like I'm losing my mind. Is everybody in the world blind? Please, Lord, give me a